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还有资深两岸媒体人许尔谦。韵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现在啊。中东战争呢，都让大家看到了伊朗真的是非常的耐打哦，而现在又有2处的美军基地也被袭击了。好，这个伊朗呢，革命卫队啊，海军3月16日呢，又对巴林的美军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还有阿联酋的美军载夫拉空军基地来实施了导弹啊，还有无人机的联合打击，导致这2处基地的内部呢，多个战机机库的部分设施都被摧毁了。不仅如此啊，伊朗媒体还统计了说啊，到现在呢，2月28美以战争开战以来呢，伊朗已经击落了119架的美国无人机耶，这个评估总价啊，已经达到了20亿美元，20亿美元都被打毁了，流水漂了。而且现在伊朗的军方发言人还嘲讽川普啊，说呢，你这个是史诗怒火吗？不如叫做史诗怂货吧。好，他用英文呢来嘲笑川普说，你只敢在网络上面谈论战场啦。最好把这场史诗怒火的行动改叫做史诗损货的行动哈。而现在呢，不仅仅是很多的美军基地呢都被袭击，还有无人机也被袭击了哦，就连这个美驻伊拉克大使馆呢又再一次的遭到袭击了哈。这个呢是今天凌晨啊。驻巴格达大使馆呢，遭到了3架的无人机，还有4枚的火箭攻击。但是呢，有1架无人机，它竟然是突破了防御系统，就撞进了美国使馆的院区内哦。可以看到啊，它撞进去了之后就爆炸，然后呢就冒出了熊熊大火。而现在呢，美军也证实了说，这场战争打到现在啊，伤亡是持续的在扩大。好，美军证实到现在呢，已经有13死200伤了，而且重伤的民众呢，重伤的军人呢，已经来到了10人了。好，甚至呢，美国的官员也透露了，这场战争中呢，美军啊已经有12架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摧毁了。MQ9 这个无人机啊，也是打无人机的利器，结果12架呢，都毁了。好，那现在官员也说啊，他们发现了他们的拦截系统呢，其实不如预期哈。美国呢耗费了多年的时间是想要把中东各自为战的各国的反导系统呢，整合成一个呢覆盖全局的一体化超级反导系统。而随着昂贵的近程预警雷达被摧毁，或者是无法运作，所以美军呢又非常的难以及时补填，导致这个反导系统拦截率呢是急速的下降。好，那也有学者就说了，从呢网络上面流传的影片来判断呢，爱国者系统的拦截成功率呢只有个位数而已。那么随着拦截导弹的库存快要消耗殆尽了，这个拦截的效果呢还在持续的降低当中。所以现在呢战事实在是对美国越来越不利了。传出呢美军对伊朗作战呢也给出了退出选项。好，这个是6名知情人士透露啊，说美国军方在制定伊朗战争作战规划的时候，就已经为川普设置了多种的退出选项，以便川普在需要的时候可以结束战争。而这些退出通道呢，也已经被纳入了美日的战争规划。但是川普有可能会退出吗？而且他现在还声称说伊朗对于报复波湾国家呢，他感到非常的意外。他意外什么啊？明明之前就有一位的美国官员，还有2位熟悉美国情报的消息人士透露了，说川普呢，说他对于伊朗针对卡达、还有巴林、科威特等波斯湾国家的报复打击行动感到意外。但是其实他之前就被警告过了，说你攻击伊朗的话呢，可能会让波斯湾国家遭到报复。他明明就知道了，结果现在呢，整个波湾国家都被跟着拖下水了哈。那现在也传出呢，川普称伊朗呢有意愿要和谈马上就遭到了伊朗的外长反驳了，说我们从来没有要求停火，国家很稳定而且强大，我们会战斗到川普意识到自己错误。而同时呢，这个大陆官媒呢也去整理了一下，川普在这场战争不应该有的言辞表现。好，他就说了，说像包括了川普说了，说炸军舰很开心，80余人丧命，竟然说集成更有趣，甚至呢，他炸了油港也说很开心，说再炸几次只为了开心。
他也宣称胜利很开心，9次击败伊朗，遭到议长说了真是滑稽。好，所以牛弹琴呐，就是这个官媒就说呢杀戮竟然是被冠以开心，任何借口都已经是多余的了。但是历史终将记录一切，这些笑容啊，这些眼泪，这些鲜血，以及那些被深埋在废墟下的无声正义啊，通通都因为川普的一个开心被牺牲了哈。所以这场战争啊，川普似乎是已经打到里外不是人了。我们先来请教赖教授。川普他是不是始料未及，还是说他原来就设定住啊，说战争会打成这个样子？我想是始料未及啊，因为川普他原本认为说是可以采用速战速决。他跟以色列的情报，还有就是这种密集的打击，一下子把这个伊朗的领导阶层40几个人都一下子都斩首行动成功以后，伊朗就应该不会反抗，或者是反抗力很快的就削弱，最后会妥协。我想他原本设定是这样。那当然有很多的专家很早以前就跟川普说了。说伊朗一定会打击你的这个周边的军事设施，还有周边跟你利益上很攸关的这些国家，而且之前都已经预作警告了。事实上，那个伊朗在还没有开战之前，也已经直接的就把他的战略目标就已经讲出来了，说如果美国跟以色列对于他发动攻击的话，他一定会反击，而反击一定是针对于海湾国家美国所设的军事的基地，一定会反击。第二个，也就是跟美国利益有关的国家，它的相关的金融中心，或者是企业，或者是它的这些石油、天然气的设施，也一定会攻击啊。那当时都已经很早就公布了，我们在这节目中也谈了很久了。那其实川普都知道。他也知道结果会是这样，但是他还是要发动攻击，因为他还是相信以色列会在他跟以色列的联手会让伊朗就像委内瑞拉一样，很短的时间内就屈服。但是事与愿违嘛，我们看到这个战争非但不是速战速决，而且已经演变成为一场消耗战。这种消耗战，坦白说，对两边是两败俱伤，应该讲是3败俱伤。为什么？以色列也目前的不停的在受到攻击。不管是美国设在以色列的大使馆被攻击，美国设在伊拉克，伊拉克还是美国所能够掌控的一个国家哦，它的大使馆也受到攻击，而它的大使馆受到的攻击并不是完全用导弹来攻击，很多是火箭弹，这是代表说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不管是伊朗的民兵组织或是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能够很接近美国在伊拉克的大使馆的范围内了，然后可以对它进行攻击。所以美国的大使馆，它目前来讲，这种有政治讯号的而且也担任情报功能的这个大使馆，它基本上遭受到打击。那我们现在看到是双方不断的在做消耗，一直每天都有这些损伤出来，不管是战机或是无人机等等的。可是我觉得无人机，美国跟伊朗的打法，对美国来讲真的是不利。您刚刚提到的 MQ9，MQ9 一架无人机要1700万左右美元哦，至少要1700万美元。但是一架伊朗的无人机只有2万美元，所以对于伊朗来说，它是有去无回的单向的无人机，它有点像自杀型的炸弹，或者你把它称为神空特工队也好，也就它的任务就是飞过去了，被你打掉就没了。但是你只要我突穿了，我就可以炸掉你一个小部分的军事设施，或是炸掉你几架战机就划得来了。我只要炸到你一个战机或者无人机，我就赚了。所以因为它太便宜，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说的话，面对于这种数以万计的无人机，它坦白说到目前为止，它呈现出来的是束手无策。而美国的无人机已经被伊朗有效的掌控了。最早的时候，美国要掌控一架无人机，要把它伊朗要掌控美国的一架 MQ9 的无人机很难哦。不管是要把它引诱导，或者把它把它打下来都不容易。可是我们都知道，在前几年吧，伊朗曾经有效的也就是用骇客介入，然后让他误以为他已经回到基地里面去了，结果捕获了一架无人机。这一架 MQ9 的无人机被伊朗拿到以后，坦白说，它具有高度的这个情报价值了。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会有这么多架119架
的美国的无人机，包括 MQ9都被打下来，被拦截下来。我觉得跟那架是很有关系的，因为他掌握了美国无人机的这些最顶尖的机密，对顶尖的数位，他就可以掌控了。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无人机就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很难被发现、很难被打下来，现在变成是容易被发现、容易被打下来。可是我觉得现在最糟糕的地方是在于川普对于战争的态度。川普对战争的态度这样的一种不严肃，对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对于在战场的美军来说，其实都很难看。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哪里？这次谈到了有一艘伊朗的军舰，它是到印度去参加一个军事演习。那参加一个军事演习，所以它没有武装。虽然是军舰，可是他没有带实弹。他参加军事演习的时候，结果被美国人用潜舰把它击沉了，而里面有80多位官兵死亡。当然，我们看到印度也好，或是斯里兰卡也好，他们救了一些官兵上来，可是大家都觉得说这胜之不武，因为这一艘战舰，它是去出席参加军演。你怎么可以对于他来进行攻击？那我们也看到，这样子会让很多的人都觉得，你美国人一个这么强大的一个军队，有这么现代化的武装力量，你却对于这样的一个无武装的军舰进行攻击、进行偷袭，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为。好，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一个打法。其实让很多的人都感觉到说，美国这种打法已经是越来越没有章法了，而川普的态度，对，他还说开心开心，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态度。开心哈，不仅仅是这个第一线的美军呐，还有包括美国国内的这个军人的家属呢，可能也没有办法接受。请教玉芳委员。对了，这个其实很可以多讲一下，就是说伊拉克的问题哈。你知道当时这个所谓的20年呢，美国对伊拉克的这个战争里面，去攻打的理由说是有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你把人家国家给灭了，然后把哈桑抓了，把他吊死了，然后呢，最后你没有找到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然后美军死亡了4500人到4600人之间，他的承包商这里面有很多退伍军人。死了3650个人，美军受伤了高达32000人，这里面连北约国家大概都有300人死亡，其中英国就179人。这说明了什么事？说明了伊拉克人对美国的仇恨是很深的。你当时打倒了哈桑的那个政权，他的支持是属于苏尼派，苏尼派的人数是第2大，最大是什叶派。什叶派就是现在跟伊朗新的教派是一样的，变成2个最大的这个宗教的这个信仰者的团体。第1大的什叶派，第2大的苏尼派都恨你。苏尼派恨你，因为你推翻了苏尼派政府；什叶派恨你，是因为你打了另外一个什叶派的国家，叫做伊朗。所以，这个今年以来，美国的大使馆已经好几次被飞弹、被无人机给攻击了。我们不知道是苏尼派打了，还是什叶派的民兵打了，反正他被打了。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这个大使馆所谓在绿区，什么叫绿区的 Green Zone， 就是有重兵保护的地方。这里面包括一个很大的一个旅馆，叫 Al Rashid 这个旅馆，这旅馆高达18层楼，非常高。这个旅馆也被打了，就这2天也被打了。这说明了一件事，这个战争已经扩散到伊拉克去了。我告诉你，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个不重要，你知道其他的那些国家，什么约旦都不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伊拉克重要。为什么伊拉克这么重要？因为伊拉克跟美国有很深的仇恨。这个战争如果蔓延到伊拉克去的话，那美军在伊拉克本身就自顾不暇。而且这个情形看起来是在上升的，对抗美军的势力，那些民兵一度已经被制服的民兵，现在纷纷又再起来了。这个战争如果扩展到伊拉克的话，
这个战争就变得是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的。这个我想现在是美国在做下一步考虑的时候最需要考虑的那个因素之一。大概就是所谓的伊拉克的问题。就是现在伊朗已经在打了，竟然还有伊拉克这样的战场，那美军可能就是自顾不暇了。请教徐教授。是，虽然这个我们从美军跟伊朗的这个整体实力来看，我们要必须承认说美军拥有一个结构性的这个世代性的优势，但是究竟这场战争打到现在超过2周了，哪一方比较能扛，或者说哪一方更担心战争持续下去？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伊朗方面的表态看出端倪。刚刚运成也介绍了，伊朗外长说我们没有要谈判，甚至我们没有提出停火的要求。但是上个礼拜，其实在战争开打第1周，其实伊朗总统那个时候佩泽西奇扬啊，他被认为是一个相对温和派的一个总统，他当时比较认真的提出2个停火的条件：一是要向美国索赔，2是要有一个冲突不再爆发的国际保障机制。国际保障机制听起来就跟乌克兰很像啊，乌克兰就是自居为一个比较弱势的，需要这个大家一起来 guarantee 来保证我的安全，防止美以再打我的机制。这是佩泽西奇扬在战争初期的讲话。结果到了前2天，口径已经改变了。另一位高官，伊朗的高官出来说，我们1要赔偿，第2我们要美国撤出波斯湾。那大家这个姿态一下就拉得很高。那大家也都知道，美国撤出波斯湾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这代表了伊朗到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他并没有很强的这个谈判的意图，甚至他正在鼓动他在区域当中的这个盟友，包括也门的胡塞武装，包括刚刚说到的伊拉克的亲伊朗的民兵，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各方也都在跟美以进行一个大地缘的这个大范围的抗衡，甚至有可能的话，胡塞武装还有可能去切断这个红海南岸的这个曼德海峡。那这样的话，霍尔姆兹海峡跟曼德海峡如果同时都受阻，那我想对于全球能源跟这个金融稳定的波动性，那可能会超出美国可以的承受。那这是现在伊朗方面的盘算。那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白宫这2天出现一个人啊，叫 David Sachs， 他是白宫的这个智能货币、加密货币跟 AI 的这个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也大被认为是美国的加密这个 czar 加密这个沙皇。他在上一个播客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川普现在最好的策略就赶紧宣布胜利，然后我们就到此为止了。不然，如果成为一场无休止的战争的话，那这是市场不愿意看到的。他还说，再打下去，中东不只是有可不可投资的问题，而是中东这1亿人他的民生基本能不能保障的问题。包括我们前2天看到啊，伊朗已经开始在攻击巴林，就说中东的这个小的王国的这个海水淡化厂。那如果这场战争持续下去的话，他也可以再把这个上次杀鸡儆猴的案例再扑向更多，直接去打击这个中东其他国家的基础民生设施。那这当然会给中东的这个美国在当地的盟友带来非常大的压力。那所以我相信 Trump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这个 off ramp， 所谓的这个退出机制啊，所以准备要退场的通道，我相信背地底下是在准备的。包括这2天他刚谈古巴嘛，显然他已经在预设下一个主题。如果这一趴弄得不好，收视率一直掉，或者这个 approval rate 支持率掉，我赶快要换主题，赶快换一讲。其实 Trump 的这个思维就是一个电视制作人的这个思维，但是以色列可能不愿意。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在录节目前已经看到，以色列宣布他可能击杀了伊朗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拉里贾尼。那拉里贾尼被认为是一个体制内，在哈梅内伊死掉之前啊，他已经把很多的国家大政运行的权利交给这个安全系统的首脑，并且就说以后的谈判跟这个伊朗的国际网络指挥交给你。结果以色列现在可能把他击杀掉了，可以谈判的人没有了。那以色列就是希望裹挟的美国继续打下去。那美国会怎么回应？我想我们这2天就能看到。好，我们刚刚就看到了这个伊朗对于这个美军的打击。那我们现在看到不想停战的以色列，在这场战争当中呢，也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严重的打击哈。我们来看到这段画面呢，这个是呢伊朗的革命卫队呢说呢，他已经对以色列发动了真实承诺4第57波打击，而且他声称啊，这一波打击呢是利用了海巴尔、谢坎还有伊马德卡德尔导弹，针对以色列的心脏地带的多个目标展开袭击，包括以方的指挥控制、还有通信设施以及防空导弹等等。而更恐怖的是什么啊？就连这个以色列中部啊，遭到伊朗飞弹
攻击拦截的碎片呢，就坠落到了总理的办公室附近哈。这个是16日的时候呢，以色列中部地区啊遭到了伊朗的飞弹攻击，那么拦截了，但是这个碎片呢就落入了耶路撒冷多个区域。那么其中一个落点呢就在以色列议会大厦，还有总理的办公室附近。其实这些碎片呢也是可以砸死人的哈。那么伊朗议长还说啊，他们已经为了长期抗战做好了准备，知道呢他们会削弱我们的作战能力，所以伊朗呢准备了充足的导弹，还有无人机储备，而且还有生产能力，生产速度是远快于敌军的拦截导弹，成本呢也低得非常多。不论这个是是真是假啦，确实它的成本呢都是非常低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军的加油机也是一直不断的被打击，还有一架受损的美军空中加油机呢，最近就请求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来紧急降落。那么位于特拉维夫附近的这个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呢，也宣布啊进入了一个紧急状态。而伊朗呢，现在还呼吁所有的伊斯兰教国家呢，一起来对抗美国和以色列。这个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啊，发表了致伊斯兰国家的公开信，呼吁啊相关的国家呢，应该要重新审视地区的局势，还有自身立场，强调伊斯兰国家要团结，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好，那对于这波打击，以色列是怎么回击的呢？来看到以军宣布呢，他们成功摧毁了哈尼米的专机，而且呢，他们也连夜的去狂炸德黑兰机场。好，以军表示呢，这架飞机啊是长期被哈米尼以及伊朗高层官员用在执行军事采购任务的，并且呢是透过了国内外航班管理还有轴心国家的关系网络，摧毁了这一项战略资产，那就能够重创伊朗的组织的这个协调能力，同时呢还能够打击它军事力量建设以及政权的一个复原能力。好，不仅如此，以色列军队也宣布了要在黎巴嫩的南部组成地面作战部队。好，那现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轰炸呢，2周内啊也已经造成了至少886人死亡。而另外呢，在资讯战的方面啊，一直传出呢，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他已经身亡了，所以现在呢，以色列是再发视频哈，这个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一段影片啊，看到这个纳坦雅胡啊，在耶路撒冷一处观景台的户外咖啡馆跟民众交流，还提醒人们呢要待在靠近安全区的地方，以防被导弹袭击。但是呢，这个影片呢就被人家说了，好像有一点不自然哦，包括有没有可能是 AI 生成的呢？都传出了这个疑论。不过啊，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川普要另辟战场了吗？就是刚刚说的，川普竟然放话要去夺取古巴，他还说呢，他非常期待能有荣幸以某种形式拿下古巴，我可以对他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好，但是他一直打，对民众都要受不了了，尤其是MAGA派支持川普，就是因为他曾经承诺过要减少对外战争，专注于国内啊，怎么现在一直四处在开战场呢？所以很多的MAGA支持者呢，都对于他发动战争，不能相信他，所以使得他的声望是持续的走低的。就连这个西班牙的男星呐，他在奥斯卡的舞台上面也高喊了说呢，不要战争，也在上面这个带着这个反战字眼的勋章啦。好，所以这场战呢，已经让 MAGA 支持者离川普远去了，而以色列一直持续的被攻击，又还撑得下去吗？我们来请教赖教授。目前以色列的整个态势是要继续打下去啊。我想他们的领导人或者领导阶层表达的意志是很坚定的，要继续打。但是我们过去所看到的新闻，绝大部分都是伊朗有多惨，被美国跟以色列打得多惨。那这个都是事实啊，因为都有画面、有真相、有报道、有统计，然后死亡的人数已经攀升到1000多人啊，包括军人，也包括平民百姓。平民百姓死亡的人数还远远超过军人的死亡人数。但是即使是1000多人死亡，可是伊朗是9200多万人。所以1000多人，坦白说，对9200多万人来说，不算是太大，也没有办法把伊朗说瘫痪掉了，把他的革命卫队都有15到17万人，正规军都有60万人。那你想几百人啊的死亡，没有办法把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跟正规军就把它瘫痪、解除武装，目前还没有。
那现在这个礼拜以来开始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整个新闻的方向在转变了。为什么？因为越来越多的画面呈现出以色列被攻击，而且不但被伊朗有效的攻击，还有被黎巴嫩的真主党用火箭弹有效的攻击。那我们也看到了，当以色列的被攻击的层面越来越多，甚至连总理府的官邸，还有他的办公室附近都被攻击到的情形下，大家就合理的推断，当初这个伊朗的最高领导人他的住处、他的开会的处所被有效攻击以后，造成他们的死亡，以及继任的领导人目前还传出他应该有受伤，有人认为他应该被送到俄罗斯去接受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治疗，有人认为他已经伤残了，甚至有人说他已经死亡了。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所看到他目前来讲继续在履行他的职务。第一次的公布他的讯息，就是他的声明是透过媒体人所发布的。今天他做了第一次的人事的任命，也就是他聘了一位最高的军事领导顾问。也就是说，他的最高的军事领导顾问今天发布命令生效了，这代表他已经开始在运转，开始在行使他的职权了。而这位军事顾问本身在以前就是伊朗的副总理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战争事实上是在拉长，然后传出来的谣言都已经被证明，有的是被证明为真，那就不是谣言；但是被证明为假，那就是谣言了。好。可是问题是在于，今天又传出刚刚何谦有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伊朗的最高的国家安全秘书他被炸，这是事实，但是他是死是生还不晓得。为什么？因为伊朗目前来讲没有公布他的生死或是受伤，目前来讲还没有公布，所以我们就再等一段时间就会知道。那有一般估计说，如果他真的是死亡的话，那对于以色列跟美国人来讲，你现在要找谁来去谈判？现在外交部部长已经讲你很明白，就是伊朗的外交部部长讲得很明白，说我们对你不信任。那你川普所说的已经开始有人跟我们接触跟美国人要谈判，他说没这回事，我们根本不可能来跟你谈判。为什么？因为我们跟你2次谈判，2次被你打，那我们怎么可能再犯第3次的错误？那如果没有进行外交斡旋的话，那这个战争要怎么结束？除非你川普单方面宣布我赢了，我胜利，我把军队撤回来。好，反正我就是宣布胜利嘛，我说的算，我说了算嘛，我们就赢了嘛，我的部队撤回去不跟你打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许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但是真的会玩到这么儿戏吗？我们也都在观察。可是我觉得现在的谣言满天飞。为什么？内塔尼亚胡被传出他已经被炸身亡，因为他已经有6天没有在公开的场合露面了。好，第一次被传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没办法他要破谣，所以他就拍了一个视频。拍了一个视频以后，很多人就开始分析说不对哦，这是 AI 深度合成的。为什么？因为你有6根指头然后被人家数出来。后来他被迫没办法，昨天又放出第2支视频。第2支视频放出来了以后，很多人又说不对哦，这支视频是造假。为什么？因为你后面的背景是旧的资料你是有 AI 深度的，而且怎么可能会戴面具呢？戴口罩呢？好，结果他今天又放出第3支视频了，说你看我们在公开的场合有跟那个路人甲乙丙亲切的交谈，可是问题就是还是很多人不相信。说这支也是深度造假，因为它不自然他表情不自然。各位观众朋友，这代表什么？这等于是要把你逼到你走到这个国际媒体的前面来，去直接由国际媒体来认证说你还活着。可是他不愿意啊，为什么他不愿意？因为他一旦被认证了以后，他很有可能因为伊朗现在的导弹越来越精准，说不定就1枚就炸到了。对，所以宁愿释出这个影片让大家去怀疑，也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啦。我们请教林玉凡委员。以色列的这种对新闻的管制对战争的进行呢，这样的一个报道的管制，不是这一次而已。
去年6月的这个14天的战争里面，以色列就管制很严了，这一次管制的更严，就是说不准你去报道这个伊拉克的对不起，伊朗的这个飞弹攻击到了那个时候造成的伤害，不准你拍。好，第二个呢，以色列拦截的那个铁穹发射的那个系统。他所发射那个地点不准你拍，你要拍的时候，你可以拍底下的，要把镜头往下压，拍到街道，不能拍到他的阵地之所在。哦，那另外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地方那个他的飞弹攻击到了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你不能拍，可是他飞弹的波片呢，飞到附近攻击到一个教育的设备，啊，学校还是什么，你可以拍那个，因为那个是波片嘛，说是比较轻微的嘛，就它的管制哦是非常非常严格的，然后你用了文字，它也要介入，所以有些的国际媒体的记者就被局限，就把他扣押，来询问他的动机啊什么等等这样，所以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时候，以色列根本就不是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新闻管制的非常非常严，我可以告诉你，美国也是这样子，在川普这次的战争里面的态度。你看那个 CNN 现在说有一个这个其他一个川普一个有钱的大财阀要接管了，哦，要买下来这个 CNN。国防部长说越快接收越好，一说你 CNN 有问题，那这次川普不是只有骂他是什么 fake news 等等啊，川普用了很多字是非常糟糕，就是你们这是不爱国的啦。哦，等等这种字眼去批判，所以美国很多的报道他也会去批判，但是以色列的管制是已经到了非常的荒谬。至于说纳唐雅夫有没有被杀死，这个我就认为是说他是有，这个就是太荒谬了。因为我告诉你，以色列毕竟是个开放的国家，他的反对党的力量其实还蛮大的，人民其实有很多的人是反对纳唐雅夫的，这就是纳唐雅夫要每一场制造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的原因，因为只有在这个危机的时刻，他的政治的生命才能获得确保，他不用因为贪污案而出席法庭，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说他死的话，我又说有几只手指，这个我觉得是有点荒谬。那报纸上登了很多的媒体、社群网站上都有，我想他是没有被杀死，但是我相信。我看他脸是气色不太好了，我想他是真的是有吓到，没有想到伊朗反对的力道这样的强劲，我认为这是有的了。出乎意料啊，跟川普一样，不知道怎么下台了吗？我们来请教徐老师。是，其实现在是3月17号啊，今年开年也就2个半月。那我们其实回顾一下，川普他其实已经制造了多少的头条，跟他试图行塑的议题的主场。从一开始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攻打这个加拉加斯，到扬言并购格陵兰，然后再来是以明尼苏达州的争议为代表的驱逐移民的运动。那当然那有点铩羽啊，所以到后来他换掉了 ICE 的局长，又换掉了国土安全部长来泄愤，或者说来做这个政治的责任，来归咎这个政治的责任。然后是美国最高法院说川普的全球关税没有足够的法源依据，结果他在连年受挫之下，他找到了伊朗来击杀哈梅内伊，来试图来这个重振美军的声势啊，而把自己当成一个战争的总统，来形成所谓的聚集效应。但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民意现在这从上个礼拜做出来的民调来看，大部分的稍微多数的美国人56%、60%，其实是质疑这场战争的。那真正支持这场战争大概就40%左右。那随着这个现在石油的价格已经偏高了，而且霍尔姆兹海峡它除了是全球的油阀掌控25%大概的石油通路之外，它另外也掌控了全球大概1/3到1/4的化肥的通路，所以它对于全球包括美国在内的农业生产的波动也是很有影响的。那现在也是北美的春耕的季节啊，所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大宗物资的这个黄小玉、黄豆、这小麦、玉米都在涨价，那这可能也会给本来就已经美国很头大的通胀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也并不意外啊，这个 Trump 他开始谈古巴的事情，试图把焦点转移到下一个有可能 accomplish 有可能拿到正面成绩的议题的战场。那上个礼拜五呢，3月13号，
古巴的领导人啊，古共中央第一书记跟古巴的这个政府的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他也正式对外宣布啊，他说美国确实现在跟古巴政府在谈判，这就证实了过去1个多月秘密在传的一个传言，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古巴裔移民的后代，美国国务卿那个 Marco Rubio 跟劳尔·卡斯特罗的孙子，也就是现在高龄94岁啊，当年传奇性的费德尔·卡斯楚他的弟弟叫劳尔。那劳尔的孙子呢，其实现在大概4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正在秘密的代表古巴当局跟美国来进行谈判，谈怎么样去处理双方的这个紧张的关系，以及古巴现在面临的严峻的能源危机。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啊，就过去委内瑞拉。从不管是查韦兹到马杜罗的时代，跟古巴的关系都非常的紧密啊。古巴给委内瑞拉输送各种情报的部门的训练，输送医生，然后呢输送科学家。反过来，委内瑞拉投桃报李，对古巴提供长期的石油还有其他的这个资金的援助。所以过去啊，这个大概一天估计。委内瑞拉一天要向古巴运送3.5万桶油，那当然这一次在马杜罗被绑架，然后美国直接去这个控制这个委内瑞拉的政坛的路线之后啊，这个被卡掉了，这个输送油被卡掉了。那墨西哥现在也受美国的影响跟美国的这个恫吓，也不敢再向古巴在输油，所以古巴他自己这个国家只能这个石油自给率大概只有40%左右，所以从今年1月底以来，古巴原本就面临的能源跟这个民生物资的危机，可以说是雪上加霜。我们从2月就可以看到，古巴的9个机场就宣布，他们不再在机场为飞过来的客机提供加油服务。那我们也看到一些信报，就是说古巴国内的这个停电，现在每天停电的时数越来越长，然后政府还规定面包店你不能再用炉火了，你不能再用瓦斯碗，不能用天然气了，你要用炉火来烤你的面包。那所以这个古巴其实说陷入了非常焦灼的一个状态。那川普也非常自信，就是说我再推下去，我根本不用打，古巴可能会垮掉。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啦，就是说如果事情能够用谈的解决，肯定比用打得好。那或许我们也不能说川普说的，川普要做的我们都不赞成，所以我们希望看到古巴有一个好的出路。对啊，不希望战争再继续打下去了。尤其这个中东战事啊，不仅仅是以色列跟伊朗还有美军的基地哈，现在连其他的国家呢也被攻击了。来看到这个是阿联最大的汽油田呢，这是位于阿布达比西南方约180公里的夏哈汽油田呐，16日的时候也遭到了无人机攻击，引发了火势，所以呢，目前就只能够紧急的暂停营运来进行损害评估。而阿联呢也宣布呀，去暂时的关闭领空，因为伊朗开战至今啊，已经疯狂的狂砸了1900枚的飞弹以及无人机了，所以只好呢赶快去关闭领空。好，那伊朗革命卫队呢也杀红眼了，还警告啊要攻击中东的美国企业，还呼吁呢，员工呢你赶快撤离吧。好，在这个时候啊，美军自己呢也是问题一堆啊，尤其是这个福特号，之前才传出厕所马桶堵塞，现在呢是上面竟然是发生了大火，而且持续超过了30个小时。那被扑灭了之后呢，600多名的水兵还有船员呢睡在地板上，而且啊，如果这个部署的时间超过了6个月的话呢，这对于航母还有船员来说都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的。而这个时候呢，中东的油田搞不定啊，那油价就要涨了喽，所以啊，希望荷姆兹海峡赶快能够通过。那么，川普就呼吁了其他的盟国呢，一起来护航，结果都被遭到了拒绝。所以，川普呢，在白宫上面就有点不高兴了，在活动上面就说呢，有些国家对此非常热情，有些则不然。有些国家我们帮助了很多年，保护他们不受外部势力侵害，他们却不这么热心。在指谁呢？很多国家吧，因为几乎没有人是答应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欧盟外长就说啊，这个中东战事不是欧洲的战争。他说，欧盟成员国无意将现有的盾牌海上护航行动拓展至荷姆兹海峡。好，现在川普没有朋友，不仅仅是在这个护航方面啊，连关税也有人要开始跟他翻牌了。第一枪是谁？是马来西亚，他宣布呢跟美国的贸易协议失效，也不甩川普的报复警告。15日他宣布了说呢，因为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了对等关税违宪，所以呢，马来西亚跟美国的贸易协议无效。
好，就成为了全球第一个无视川普威胁还作废协议的国家。而这个时候呢，川习会还要不要办呢？因为我们知道川习会要谈很多也是关于关税的问题嘛。川普说要延后1个月，因为呢，他这个时候还在处理伊朗战争没有结束，他必须要留在这里，延后一点点不会太久。好，但是呢，也有人说了，是不是就是因为川普希望大陆能够帮忙开荷姆兹海峡，所以才导致这个川习会有延期了呢？专家就说啊，中国北京没有让步的理由。中国人可能会说，那我们就等等看，既然他们在战略上相对安全，就会有一定的操作空间。而现在呢，这个美国也一直把中国塑造成见死不救啊，不去护航荷姆兹海峡。官方的回应来了，我们来看中国大陆怎么说啊？这个是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他说呢，目前美以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危机仍在持续。一些西方媒体啊，却开始围绕中国制造话题，诸如中国对盟友见死不救、中国是战事背后真正赢家等荒谬论调，再度上演了祸水东引的老把戏。很明确啊，中国的态度就是呢，你挑起的战争，我们没有要帮你擦屁股的意思。但是这个川习会延后了，这对于这个未来它中美两方的谈判呢，会不会产生更多的变数呢？我们来请教赖教授。我个人是这样认为哈，因为战争已经一直在打消耗战了嘛，这个对于各方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啊。但是为什么海湾的相关的国家会被卷入这场战火？川普早就知道，因为当时很多顾问就已经跟川普说，一定会卷入周边的国家，不只是你的军事基地的问题，还有因为这些国家跟你的华尔街等的利益实在是挂钩得很深，除了这个基金相互投资、相互入股以外，石油公司也是相互投资、相互入股啊。那更何况这个杜拜，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到很多地方去，我们都是经过杜拜中转，它成为一个国际间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的枢纽，也是国际的金融中心。可是这是阿联酋啊，他们花了几十年，花了不知道多少亿所打造出来的。他们一定要的是和平、安全、稳定的环境，他们才能够赚钱嘛。可是，一旦爆发战争以后，那大家不敢飞了，不敢走了，他们本身的航线领空关了，航线关了，然后炼油厂被受影响，那你想谁敢走这条路？所以他们本身的利益受损是很严重的。这个之前川普都知道，他后来说他不知道，很多人就说你说谎。对。你根本就事先都知道，大家已经都提醒了，然后而且伊朗也说我一定会打，然后所有的情报都告诉你会这样做，你都知道，但是你自己在说谎，因为你赌注赌输了嘛，你以为可以速战速决，可是人家就是不速战速决嘛，所以是你没料到伊朗怎么这么耐打，这么肯打，这么敢打，而当时也很多人已经告诉你，伊朗就是能够耐打，就是敢打，就是肯打。你结果什么都不信，结果造成今天这个结果，你该负责任。另外，福特舰现在已经被证明，当初也是美国有意的掩盖这个新闻，当初就已经传出说它有发生洗衣间有发生火灾，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记得我们在上礼拜也在这个节目来谈嘛，当时肖舰长也很明白的说，这个很诡异的一个火灾啊，为什么？因为航空母舰上不能用明火。所以它是不可能是明火造成的洗衣间水量很大的洗衣间。第二个，也就是说它本身是新式的战舰，你电线走火那很怪啊。对，又不是老旧的线路。对，那问题是为什么会走火？而且为什么会烧了30个小时？到目前为止，福特舰不能投入战斗。您想想看，美国在这个地方军力的耗损有多大？所以是不是美军呢也有一点军事涣散了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伊朗这场战打到现在全球都是输家，要怎么结束呢？请教玉芳委员。我觉得有2件事值得注意。第一个就是川普讲说，他可能要延后，本来月底要到中国大陆去跟习近平见面，他说他可能要延后，
因为他这个战争在持续的时候，他希望留在华府。这一点有2个意义啦，一个意义就是说，看起来这个战争，因为记者问他，那这个礼拜会不会结束？他说不会。那如果到31号他不能去中国大陆了，就表示着说，连2个礼拜之内大概都没有办法解决。这变成川普开始心慌了，你知道？第二个，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去看这个去中国大陆呢？我认为战争在进行是一个理由，有可能更深层一个理由。川普是个非常好面子的人，而谈判嘛，就是说你要从你的full strength 怎么讲，就是说你要充满着那种力量去谈判嘛，对不对？你现在这个战争，你糊里糊涂打一个战争，然后你现在不知道怎么抽身而退，什么时候离开都不知道。这时候你去跟人家谈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地位很高吗？你认为你谈判的筹码很多吗？是很少了。习近平只要不断的听你吹牛，然后只冷冷问你一句话，那请问你这个战争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你讲不出来，因为你现在显然不是掌握在你手上嘛。这是第一个可以值得注意的了哈。第二个就是说，贝森特这个财政部长，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现在让伊朗的石油出来，我们不攻击他，让他出来。他出来去的主要是2个地方，一个是到中国大陆，一个是到印度了。那他讲这句话是什么？他讲这句话并不是说我很爱伊朗他是送出一个和善的讯息，说伊朗我对你也不错嘛，对不对？那你不让我的船进去，不让我的船出来，那你现在中国你伊朗的船你要运油出去，我们也没有挡你啊，你也拜托你也给我们一点面子嘛。这坦白讲，这一句话，贝森特的这句话是透露出美国其实是真的无可奈何，而且希望伊朗见好就收是有这个味道，有点求饶的味道，一骚换一骚，打架变成说，我现在没有对你丢石头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再丢我丢？我们在乡下，孩子们在玩那个丢来丢去，不就这样子吗？我不丢你，你也不应该丢我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看得出美国真的那个气已经慢慢没有气了，你知道？所以这个未来值得看，说你知道预测战争什么时候爆发是很难的。更难的是预测战争什么时候会用什么方式进行，而最难的是预测战争是以什么方式结束。现在后面2个问题就是最难解决的、最难回答的。没错，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为了伊朗战争现在连川习会都延期了。我们请教徐教授。是这个，我想大陆在这个局势里面可以说是有点以逸待劳，甚至是以静制动的味道。那毕竟大家可能还记得几天前，川普也就公开要求嘛，你们这些大幅度依赖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亚洲国家，中国、日本、韩国，你们赶紧派兵来跟我一起护航啊！这个海峡的油主要是你们在用啊，不是我美国在用啊。那大陆当然不会轻易的去介入啊。那我们也看到欧洲的这些国家也纷纷表态，就说，甚至像卡拉斯欧盟的外长或德国的防长都说了同样一句话：这不是我们的战争。那这个话就听着很讽刺啊，因为曾几何时，当川普刚刚第2次就任的时候，他面对乌克兰也说，乌克兰是你们欧洲人的战争，不是我们美国人战争，你们自己搞定。现在这个这个风水轮流转啊，马上换成这个欧洲人来对美国人说，这是你美国跟以色列的战争。莫茨德国的总理说的更直接，他说我们北约是一个防御性的同盟，我们不是一个介入型的攻击性的同盟，所以这不是北约应该负担的任务。那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下一个马上要去面临考验的人是谁呢？是我们这个节目老谈的对象高市早苗。